在英国智库最新一期关于世界各国实力的预测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全球第一大国宝座的变更。英国人预言，中国将在2037年全面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立足中美发展现状与当下实力对比，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甚至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但令人意外的是，英国人还预测印度或将在2080年取代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新霸主。那么，中国究竟能否如英国预测的那般，在203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愿？印度又是否能达成大国梦想，并在2080年成为新霸主？纵观英国智库对全球格局的预测，不难发现，未来世界南方国家崛起趋势将显著增强。南方国家指的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中国和77国集团。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焦灼、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南方国家各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地位等方面均呈现出总体进程加速趋势，并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经济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自上世纪90年代便呈现出快速增长情况，就此拉开南方国家经济崛起序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1990年发达国家占据全球 GDP 总值的 63.1%， 新兴国家与经济体仅占 36.9%。而到了2008年，新兴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份额已飙升至 51.3%， 首次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反超。至2022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58.3%， 比发达国家经济体高出 16.5%。立足当下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南方国家经济崛起进程仍将继续，而这一差距也将会持续拉大。预计4年后的2028年，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将达到发达国家的 1.6 倍。除了经济话语权的加重，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戏份也明显增加。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迎来政治觉醒时刻。过去，西方国家在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支持时，从不顾及南方国家在债务、移民、贫困、医疗等问题上的困境，甚至可以采取双标制造矛盾和冲突，打着自由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让南方国家彻底意识到西方世界在维护自身利益与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伪善与丑陋。尽管西方世界竭力将俄乌战争塑造成一场俄罗斯侵略战争，但南方国家普遍认为欧美的呼吁充满伪善和自私。从一定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激发了南方国家政治意识的觉醒，或将成为南方国家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靠拢的契机。总而言之，南方国家在目前乃至未来的全球格局演变中，毫无疑问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其中，中印两国的崛起和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在英国智库的预测中，我国将于2037年全面赶超美国，登顶全球第一。而支撑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大底气来源，一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二是城市化发展巨大潜力。如中国国家发展研究专家姚洋所言，技术决定一切，当下中国不管在哪一领域的技术，都至少处于世界前列。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相关专业人才数量几乎并驾齐驱，国际学术范围内被引用的论文数量上，中美同样相当。在最具影响力学术论文范畴中，中美各占 25%。预计未来1至2年，中国人工智能学术研究将超越美国。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的代表杭州或将成为下一个硅谷。航天领域，当美俄还在就国际空间站的未来建设进行商讨时，中国的天宫引来多轮航天员入驻。核能领域，当西方国家因为设备陈旧不得不关闭大批核电站时，中国核电年产量已达到70吉瓦。预计将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核能大国。总体看来，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都走到了世界前列，完全不输美国。中国的自主创新和科技前景正呈现出井喷式的爆发姿态。相信到了2037年，中国将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科技强国。除科技之外，城市化水平的稳步提高，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助力。只要城市化进程不中断，资本积累就不会停下。未来10至15年，中国预计会有2亿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预计我国将在现有长三角、珠三角基础上，涌现出武汉、长沙、川渝、西安、咸阳等多个大型城市圈，它们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站在这一角度，中国2037年超越美国绝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对比中美当前实力情况和发展态势，中国赶超美国几乎只是时间问题，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国人认为中国只能在全球第一的位置上做40年，而取代中国成为新霸主的将会是印度。2023年9月9号 ，G20 峰会在新德里如期召开。身为东道主的印度，凭借8月份最新更新的7.8%经济增长率，吸引了全球各国的目光。数据显示，印度自2021年赶超英国，成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以来，而后几年始终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彻底坐稳排名第5的位置。回顾过去，印度在度过全球疫情带来的经济阵痛后，从2021年迎来经济飞速增长期，并将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22年，实现了6.7%的 GDP 增速。展望未来，许多印度学者和国际机构纷纷对印度抱以乐观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达到15%，仅低于中国的35%。西方世界一份报告显示，随着中高收入家庭的增加，印度将在2027年成为世界第3大消费市场，并在 GDP 规模上赶超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3。高盛集团也做出预测，印度将在2075年超过美国，来到世界第2位。按照英国智库的估算，5年后印度将一跃将中国甩在身后，正式加冕全球新霸主。外部之所以一致看好印度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印度庞大的人口红利。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型导向经济，印度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内需拉动。在印度，个人消费占 GDP 的总量的60%，而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1人口大国，对于提升个人消费、拉动国家经济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况且，印度人口结构十分年轻。2022年，印度人平均年龄28.7岁，15至64岁劳动力人口占比63.6%。至2030年，劳动力人口占比或将达到68.9%，占据全球新增劳动力的1/4。而这一劳动力人口膨胀趋势或将延续到2055年。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结构可以帮助印度在全球劳动力市场分工中拿到绝对优势。但与此同时，庞大人口基数的背后，印度也面临着数量难以转化为质量的尴尬处境。联合国人机会统计显示，目前印度29%的儿童未能实现基础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更是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技能培训方面，印度技术工人数量仅占劳动人口的3%，而中国这一比例为24%。印度金德尔大学教授黄英红坦言，人口并不等于人口红利。二者的转化建立在教育、产业、社会自由的基础之上，但很显然，印度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另一方面，人均 GDP 水平也是拖累印度步入发达国家、成为全球霸主的另一桎梏。一般来说，人均收入2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门槛，但2021年印度人均 GDP 仅有2256美元，甚至低于各大中低收入经济体。同时，庞大的人口数量还掩饰了印度巨大的贫富差距。过去2年，印度处于非常贫困收入的家庭占比高达31%，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12%。与此同时，印度又拥有全球第3多的亿万富翁。据印度乐施会公告显示，印度5%的富豪控制着全国至少60%财富，最底层50%的民众仅拥有3%的财富。严重的贫富分化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半数以上的印度劳动力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低效型传统农业，使得印度人口优势无从发挥。另外，印度经济结构的失衡波及整个国家机器的贪腐难题，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都给印度的崛起画上一个又一个问号。就目前印度发展现状来看，英国人的预测明显过于乐观。英国智库对未来全球格局的预测不无道理，以中印为首的南方国家的全面崛起是未来世界格局演变主流趋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印度挤掉德日甚至美国都极有可能发生。至于未来中印两国将何去何从，谁又能坐上全球第一的宝座，谁也无法妄下定论。但短时间来看，印度想要超越中国仍旧遥遥无期，而中国赶超美国似乎已经近在眼前。